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简单生活。简单，从生活开始。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验？当初花了很多时间整理房间，把不需要的东西全都清出去，结果过了一阵子，家里又开始乱了起来，甚至囤积的物品比以前还要多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明明努力整理过，但却总是无法维持。其实，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丢东西这件事，而是我们没有建立起不再囤积的习惯。今天这支影片，就是要来教大家如何维持整理后的成果，真正做到简单生活。我会分享5个超实用的维持技巧，帮助你彻底摆脱杂物，不再让家里回到混乱状态。如果你也想让你的家保持整洁、舒适，请务必看到最后哦。第1点，建立入口控管习惯，从源头杜绝囤积。我们先来思考一下，你的家里为什么会变乱？是因为东西太多，对吧？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？答案很简单，就是你买回来的，或是别人送你的。所以，我们真正需要做的，不是只顾住丢东西，而是要从源头控管，减少不必要的物品进入家中。那我们该怎么做呢？购物前问自己3个问题。在购买任何物品之前，请先问自己这3个问题。第1，我真的需要它吗？第2，我家里已经有类似的东西了吗？第3，我有地方可以放它吗？如果其中有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你可能就不需要这个东西。制定购物清单。我们去超市或百货公司时，最容易受到促销影响，买了一堆没必要的东西。所以，在购物前先列出清单，只买清单上的物品，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冲动购物。实行一进一出法则。这个方法超级简单，也很有效。每当你买进一件新物品，就必须丢掉或送出一件旧物品，这样才能确保家里的物品不会无限增加。例如，你买了一件新衣服，那么衣柜里就要淘汰一件不穿的旧衣服。当你开始有意识地控制物品的进入，你会发现，你的家从此不会再乱七八糟。第2点，设定定期检视日，养成持续整理的习惯。有些人会在大扫除时一口气丢掉一大堆东西，但过一段时间后，又回到了原本的杂乱状态。这是因为整理不是一次性的，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就像运动、饮食控制一样，我们需要定期维持，才能让成果长久保持。那么，怎么建立定期检视的习惯呢？每月一次小整理，选择固定的一天，例如每个月的1号或15号，进行一次简单的整理，检查家中是否有开始囤积的迹象，并及时做出调整。每季一次大整理，每3个月进行一次大整理，例如换季时清理衣柜，检查过期食品，筛选书籍。这个习惯可以确保家里的物品不会过量堆积。设置整理提醒。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整理，因此可以利用手机提醒或日历笔记，设定固定的整理时间，例如每周5晚上8点进行小整理，每3个月一次深度整理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整洁的习惯。第3点，养成有限空间的概念，让物品数量自动调整。很多人之所以会囤积，是因为没有设定物品的存放上限，导致家里的东西无限增加。所以，我们应该要建立有限空间的概念，让物品数量自动调整。该怎么做呢？利用收纳盒与收纳区限量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的衣柜只能容纳50件衣服，那么当超过50件时，就必须进行筛选，确保数量不会增加。
设立专属收纳范围，像是书柜只能放100本书，超过就要捐出去。厨房抽屉只能放10个碗盘，多出来的就得处理掉。这样可以强迫自己定期整理，不让物品无限增加。当你把这个概念落实到生活中，你会发现，你的家永远都不会再被杂物塞满。第4点，拒绝免费的诱惑，避免无谓的囤积。有时候，我们的家里不是因为自己购买太多，而是因为免费的东西太多，活动赠品、小样试用品、亲友送的二手物品，这些东西往往占据了大量空间，却几乎没什么用处。该如何避免这些免费囤积，减少接收免费赠品？如果你真的不需要，就不要拿，就算是免费的，也会占空间，最后可能还要花时间整理。学会拒绝亲友的二手赠送。有时候家人朋友会问你，这个东西你要不要？如果你不需要，就大方拒绝，否则它只会变成你的负担。减少订阅免费试用品或杂志，这些东西可能一开始看起来不错，但最后很容易变成杂物，所以除非真的有用，否则不要申请。第5点，培养简单生活的心态，重视品质而非数量。最后，真正能够长久维持不囤积的关键，是改变我们对物品的价值观。该如何改变心态呢？重视品质而非数量。与其买10件便宜衣服，不如买2件高品质、耐穿的衣服。这样不仅节省空间，也能减少物品的更换频率，建立够用就好的思维。问自己，我真的需要这么多吗？当你开始减少不必要的物品，你会发现生活变得更轻松、更自由。用体验代替物质。购物带来的快乐是短暂的，而体验才是真正有价值的。例如，与家人朋友共度美好时光，比收到礼物更有意义。整理与断舍离的过程，不只是丢东西那么简单，而是一次对自己生活方式的调整。许多人以为，只要把家里清理干净，问题就解决了。然而真正的挑战，往往是在整理之后，我们要如何维持这样的整洁状态，不再让囤积问题卷土重来，这才是简单生活的关键。今天我们分享了5个维持整理后成果的方法，包括入口控管、定期检视、有限空间、拒绝免费诱惑，以及培养简单生活的心态。这些方法看似简单，但真正落实在日常生活中，却能带来惊人的变化。当你开始有意识地选择该让哪些物品进入你的生活，当你习惯定期检视并淘汰不必要的物品，你会发现，自己的生活不仅变得轻松，内心也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。拥有太多物品，不见得能带来幸福，反而可能会让我们的生活被杂物压得喘不过气。相反的，当我们学会够用就好，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物时，生活将变得更加有品质，更有意义。简单生活不是牺牲享受，而是让我们拥有选择的权利，专注于那些真正值得我们珍惜的事物。现在，就从今天开始，试试这5个技巧，看看你的家是否能维持整洁，让你的生活变得更轻盈、更自在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，也许你的经验能够帮助更多人一起迈向简单而美好的生活。我们下次见。